上2节课呢，我们学习了材质的基础和如何添加有纹理的材质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正式进入第3个阶段，就是怎么用蒙版添加材质。我们用这个蘑菇举例，我们看看用老的方法和新的方法有什么不同。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建模片的文件，如果你没有建模的话，这个文件在附件里面有，你可以下载下来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蘑菇显示出来。好，我们切换到视图着色模式，点这个球球。现在只有一盏灯，所以比较暗。我们把这个场景世界的这个勾选去掉，然后它会给一个这样的 HDR 光影，这样我们在看材质的时候更加清楚一点。这个上节课讲过啊。好，我们把鼠标挪到一角，出现一个加号的时候开始一拉，这样就会拉出一个窗口出来。然后我们把这个窗口变成着色器编辑器，然后 N 可以把这个侧边栏给隐藏掉。好，我们点击这个蘑菇头，这边会出现一个默认的材质，这个我们不要，好，我们把它给擦掉。好，我们给它新建一个材质，然后我们给它命一个名 Mushroom One， 直接在这边改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给这个蘑菇头呢添加一个纹理，大家还记得怎么去添加纹理吗？我们先 Shift A 新建一个图像纹理材质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个图像颜色给到这个基础色，现在是黑的，是因为你没有加图像，所以呢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纹理。点击打开，你可以在附件里面找到这些素材哈，我都放进去了。好，我们选择这张图，然后打开图像。好，你看这边是有接缝的哈，因为在默认情况下它是以 UV 的方式去投影的，所以呢我们还要改变它的这个映射方式。这个上节课讲过哈，我们复习一下。加图像纹理需要5个节点吧，现在还差2个。我们先 Shift A， 好，先找到矢量映射，好，连上去，然后再 Shift A 输入纹理坐标。好，我们选择生成就好了。上节课讲过，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生成 UV 跟物体这3个选项。好，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个杆儿，好，我们给这个杆儿上颜色。好，我们来给它新建一个材质，给它改个名字蘑菇杆。好，你可以点击这个球，你看看我们建的这些材质呢都会显示在这边啊。蘑菇杆呢，我们用渐变来做，我们还是上节课内容复习一下哈。我们先 Shift A 新建一个转换器颜色渐变。好，我们把这个颜色拉到这个基础色上，现在看不出来哈，我们还需要2个节点，一个叫映射，一个叫纹理坐标。你可以到这个编辑里面找到这个偏好设置，我们安装一个插件哈，这个插件叫 Node Wrangler。我们先输入 Node， 然后这边就出来了哈，你勾选一下就好了。这个它是内置的一个插件哈，这个基本上学 Blender 的人都会让你装这个东西哈。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好，我们先选中这个颜色渐变的这个节点，然后 Ctrl T， 哎，你看到没有？它会自动给你加上这个什么映射和纹理坐标节点，中间这个不要好，我们 Ctrl X 把它删掉。这个插件的好处呢，就是帮你智能加节点，就是省得你 Shift A 然后一个个去找了嘛。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呢，我们就用到的时候再学。你就先记住这个 Ctrl T 的操作，自动加纹理坐标和映射。好，我们来改一下这个颜色渐变哈，你会发现它的方向不对，我们想要从下到上的一个渐变。好，所以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转换器分离 XYZ。好，把它拖到中间去，它会自动连哈。现在默认是 X 方向的，我们要 Z 方向上，它会从下到上嘛。好，这个不对哈，是因为它现在默认是 UV 的这个投射，所以你要把它改成一个生成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颜色方向就对了。好，我们来给它加颜色吧。我们选中这个黑色的标签，我们给它改成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棕红色吧，就土壤的颜色。那这个蘑菇的材质我们就建好了。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哈，那我们这个场景有很多种蘑菇，不同颜色的。那现在我要让你复制很多蘑菇，然后让你去改不同颜色，那你怎么做？那这个杆其实好改，主要是这个蘑菇头。这蘑菇头的这个纹理呢是固定的一张纹理，它没法改。那我还要准备多种颜色的这种纹理图片嘛？这样太麻烦了吧？所以呢，你就要进入第3个段位的学习了，怎么用蒙版来加纹理。其实这节课的内容很简单，我们要学怎么用蒙版加纹理的话，只要再多学一个节点就好了，就是混合节点。好，我们先 Shift A 找到转换器混合。如果你是 3.3 之前的版本的话，你可能就叫混合 RGB 节点。混合节点里面有浮点、矢量、颜色3个选项，在这里我们只用到颜色的部分。你看我换成颜色的节点之后呢，就会变成黄色，然后这个点点也变成黄色了。我们之前讲过哈，这个黄色的点代表它输入的是颜色的信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点哈，近距离观察一下。好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节点有个 A 跟个 B， 它代表2种颜色，还有个系数。那最上面呢有3种模式：颜色、浮点、矢量。这个我们只要用到颜色就好了。那这个节点到底怎么用呢？我们先把这个黄色节点连到这个基础色上，因为黄色跟黄色可以直接连的啊。哎，连上去没有什么反应，我们改一下这个 A 跟 B 的颜色吧。就 A 我给它一个黄色，然后 B 我给它一个红色。好，我们来调一下这个系数，我们把这系数往1那边调，看越靠近1的时候，它就越接近这个 B 的颜色；那越靠近0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完全出现这个 A 的颜色，也就是黄色。这个其实还挺直观、挺简单的，就是系数呢，其实就是调整 A 跟 B 的比例而已。那这个简单的功能呢，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A 换成一幅贴图，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们做的这张贴图连上去看一下。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呢，它就会跟下面这个 B 红色做一个混合运算。好，
好，我们调整系数看一下，把系数往1这边拉，它会变成完全的红色，然后往0这边去的话，它就是完全就是我们这个斑马纹的颜色。好，我们把这个 B 变成一张图像纹理吧，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图像纹理，然后打开一张图片。好，我们就用这张吧，然后我们把这张图片连到这个 B 上面。你会发现这个是没反应，因为这个系数是0嘛，它只显示 A 的颜色。你往1这边去的话，就会完全显示这个 B 的颜色。那到中间的话，就是2个都有。你还可以调整这个混合模式，这个跟我们在 PS 里面看到的这个混合模式是一样的哈。比如什么正片叠底啊，什么相加呀、叠加这些，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。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最初的这个混合模式啊。那这边还有一个前置系数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已经被勾选上了。这个前置系数呢，就是它勾选的时候呢，那你无论怎么调整这个系数呢，它会把这个值限制在0跟1之间。哪怕你想手动开大，把它调到5。你会发现它显示结果还是1的结果，除非你把这个勾选去掉，那它这个时候才真正显示的5的效果，就是很浓重的这种混合模式。好，我们还是把这个前置系数给调成1吧，把它勾选上，我们就在0跟1之间就可以了。那最上面还有个前置结果的选项，这个你不用管它，它勾选跟不勾选对你的结果影响不大，它一般会配合另外一个叫前置的节点去使用，这个以后用到再说吧，一般用的非常少。那这么看，这个混合节点其实还蛮好理解的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利用这个系数的0到1去控制 A 跟 B 的这个混合的程度，对吧？大家记得之前我讲过，就是在计算机图像学里面，他们会用这种黑白的图像去代表0跟1。我来打个比方吧，比如说这边有一张笑脸的图片，你可以把这里面每个方块呢当做一个像素，那计算机呢就会把每一个像素标成0跟1，黑色的呢是0，白色的呢是1。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把一张图片呢用2进制的一串数字表示出来了。我们可以随便打开一个 PS 色板，你可以看这边最黑的部分呢就全部都是0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它拉到最白的地方呢，它全部都是 FFF， 那换成那个2进制的话就全部都是1。那如果是更复杂的图像的话，它就会先把它像素化，最黑的是0，然后最白的是1，然后中间的这些灰度呢就是不同的数值，然后再把它变成2进制。那你知道这个原理之后呢，以后你自己做素材，你可以做成黑白的，比如说像我把这张纹理图呢就做成了黑白色，黑色呢是0，白色呢是1。那如果把这张黑白图像呢输入给这个系数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我打开，我把这张粉色的图像换成这张黑白的。好，我们可以调一下系数看看。你把系数全部调到1的话，它显示 B 的图像，也就是这张图。然后调到0的话，就是刚才我们载入这张黑白图。我现在呢不把它当颜色，我把它直接输入给这个系数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白色的部分呢相当于系数1，它完全显示 B 的内容。然后黑色呢相当于系数0，然后完全显示 A 的内容。好，我把这个 B 断开哈，让它完全显示这个 B 的这个红色，这样看起来更清楚一点。那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吧？就是你可以完全用黑白图像来代替系数，然后达到一个蒙版的效果。那以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A 跟 B 来更改这个蘑菇头的颜色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你会发现以后你做纹理的时候用黑白图像的话，那这样调节是不是更加方便？你还可以换一张纹理图，比如说这边有一个竖纹的纹理图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哎，载入之后你会发现它这个白色的部分呢，就是那个圈的部分呢，它就正好是 B 的部分。然后那个黑色的部分呢，就是这个橙色的部分。我们还是把它恢复到原来这个斑马纹。我在这边再介绍第2种方法，就是不用这个混合节点，我们怎么去改颜色？我们来尝试用一下这个颜色渐变转换器来做这个颜色的改变。我们这次呢，直接用这个图像纹理连接到这个基础色，它是一个黑白的纹理，对吧？那这个混合节点就不需要了，我们把它给断开。然后我们在这边 Shift A 新建一个颜色渐变转换器，然后把它拉到这上面来。它是一个从黑到白的一个渐变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更改它这个标签的颜色，比如说把这个黑色变成一个橙色，然后把这个白色的标签呢变成一个稍微淡一点的橙色。因为你这个纹理只有纯黑跟纯白2种颜色，它没有这个黑到白中间这个灰度值，所以你去拉这个杆的话，其实对你这个影响不大，就看不出来。所以你看这个颜色渐变转换器啊，它之所以叫转换器，它其实可以转换颜色了，对吧？它比刚才用那个混合节点其实还更方便使用一点。所以当你是单一的图像的时候，你其实用颜色渐变去改颜色会更方便更快一点。但是如果你是多个纹理想叠加的话，那我还是建议你用这个混合节点。那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用这个混合节点做颜色蒙版，然后添加多个纹理。首先我们 Shift A 新建一个图像纹理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竖纹的一个纹理，我们把这个连到基础色看一下哈。因为它默认是一个 UV 的投影状态，所以你看起来会比较奇怪，因为它有这个拆分的线嘛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用这个生成的方式，我们直接用共享这一个坐标就好了，把这个矢量放上去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省2个节点嘛。好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位置啊。那我们现在有2个纹理了哈，我们上面是一个这种黑白的这种竖纹，下面是我们刚才用转换器转换过了一个斑马纹。我们就用这2个纹理呢，把它连给 A 和 B。
然后把这个混合的结果呢连给咱们这个原理化 BSDF。因为现在系数是0嘛，所以说你看不到 B 的纹理，你要把它调到1，你才能看到下面这个纹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上面这个竖纹理呢连到咱们这个 A 上面去，看不出来是因为你现在系数是1，只能显示 B 的内容，然后可以把它减小一点。你会发现这个系数减小之后呢，上面这个 A 的内容会慢慢浮现出来，但是你下面这个原本的这个色彩呢会变得很暗，因为它是个黑色叠加嘛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还是利用这个竖纹的这个纹理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竖纹的黑白图像输入给系数不就好了吗？哎，你看它反了哈，因为线是白色的，相当于系数1，显示的是 B 的内容，然后那个黑色的部分呢就是0嘛，所以显示是 A 的内容，你把它调个个就可以了。你把这个 B 呢放到这个 A 上面，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个竖纹的图呢拉到这个 B 上面就好了。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好很多了？就没有那个黑色的叠加，它看起来就会亮很多，对吧？那今天的课其实挺简单，就是用这个黑0白1的这个系数来控制你这个纹理的范围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哈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给这个蘑菇上面的点点加一个材质啊，我们把这个显示出来。好，我们点击其中一个点点，然后给它新建一个材质，然后把它自发光给改成白色，然后给它稍微增强一点。好，你现在看不出来，是因为你现在这个场景灯光是在这个影响下来，把它勾选上。这个时候它是用灯光照明，这个时候你就能看到它亮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把其他的点也选上哈，我们可以选中这个点。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哈，我们选择这个点的这个文件包，然后右键选择物体，它就全部选中了吧？让我们的 Shift 点中最后咱们这个已经上过材质的这个物体，然后 Ctrl+L 关联材质，这样你就看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 EV 情况下它可能看得不太明显，你可以把它切换成 Cycles 看一下。Cycles 它会自动有一些光线追踪哈，所以说它看起来会更加清楚一点。好，这节课呢我们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Cut tips.